我对念佛号有一些话要讲了。佛教界流行很多的念佛的佛号，你要去选一种最适合你自己念的，就将来你最后要往生了，你的亲友大家在念的时候，你能够听得很顺，听得很欢喜的那一种。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林老师的净土修行生活。那净土中呢，非常的显学那我这个佛学麻瓜之前算是有一点点念佛的经验，就是也没有很多，但是我那时候接触的念佛方式也是净土中的，就是会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下林老师，他的净土修行生活跟一般大众的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开始前先问一下，老师是怎么看待净土修行的？在中国佛教可是汉传佛教了，大乘的这个八宗里面呢，现在的大概除了说大家提起什么禅宗啦、密宗啦，大概就是净土宗呢，而且它几乎是一枝独秀的。那么净土呢，一直以来为大家所诟病，认为它太迷信了，太消极了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呢，不是净土宗不好啦，是提倡的人呢稍微有一点，在我个人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呢，有一点偏差啦其实呢，净土宗蛮好的，在我个人看，就是它很好，它很适合现代的人来修行呢。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拘呢时间地点呢，就什么地方呢高兴念佛就念佛了。再说呢，他念佛的方式，你也可以呢出声大声的念呢，对不对？你也可以呢小声到什么？佛教有一种叫金刚念呢，就是说呢，几乎像比蚊子叫呢还要小声，只有在那个你这个声带这边，在喉咙这边稍微的那种呢也有功夫的。我的意思是讲呢，你要怎么念都可以，不拘时地，这样的修行方法最适合21世纪大家生活呢都非常匆忙的一个时代的人们呐。老师刚才说有些人会觉得净土宗这个观念是比较消极的，是不是觉得有些人会认为说净土宗就是只要是念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管现在这个我们人在世的生活这样？我个人这样，就底下所讲的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这样才不会说呢好像我多厉害，又不是什么高深大德呢，竟敢来呢讲这个净土宗的修行方法，又敢呢去批判净土宗。我可没有这样的胆量，我也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因为我既然做一个爱念佛的人，喜欢净土宗的人，所以呢我呢就是希望他呢更好，那希望呢能够在每个人的心中呢留下很好的意见让这个净土宗呢能够呢普及，能够呢往更合理的这样的方向来迈进净土宗呢，我想呢有几个观念，如果你想修持净土的话，第一，不能够牺牲今生来换取来生，就是说今生都不重要。就是说呢，这里呢什么东西我都不管，反正呢我要到西方去再说，这种心态呢，我个人是认为有点要不得了。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人，虽然这边叫娑婆世界，可是我们呢有对国家的责任，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我们的父母，对于子女，对于朋友，这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担子。我们不能说呢我现在就甩掉不管，我就一心想要去那里，这是逃避耶这不能叫做专心，这不能叫虔诚呢。做一个人，我们常讲佛教有一句话很好，做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的钟做一天的人就要尽到一天人的本分所以说呢，念佛
跟做一个国民，对于国家的效忠，对社会的尽责，对于呢亲情友情这样子的一种呢负责任也好，付出也好，都没有相互抵触的。这是我个人呢对于念佛对净土宗呢而且我反对说呢好像这一生呢过得越苦，那将来能够呢越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就更多，没有这回事。佛家呢讲因缘，没有快乐的因，怎么样去求得快乐的果呢？所以我个人一直在大专佛学社呢，我几十年来跟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要快乐来学佛。我们过去几集也有讲到，我们反对苦恨苦行啊，我们不喜欢呢说呢自己呢受苦受难，自己在那边糟蹋自己的身心来换取来生的快乐，这我不喜欢。所以你今生要怎么样过快乐生活，你学习到了快乐要学习的，我们过去讲的，你真正学习到怎么样过快乐的生活，种下了快乐的种子，将来就会萌快乐的芽，就能够开快乐的花，将来就能够结那个快乐的果。这是我呢坚持不变的信念。快乐的学佛，所以也要快乐来念佛，快乐来修行净土。那老师修行净土的时候会有比如说感应到佛或是听见佛这些部分吗？这东西了有很多学生呢，他们也问我说，老师你这样念佛的时候，你有没有见佛？对啊，感觉好像高僧大德都要。对，古代的高僧大德，有的人是几次见佛了。我呢不会说觉得很泄气了，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见佛不见佛对我来讲了不是那么样的重要。这怎么讲呢？金刚经里面呢就提了一句话，凡相皆妄，凡是一切相皆是虚妄。是所有的相包括佛相，佛相也是假的，因缘具足就能够显现佛的32相。金刚经里面也讲到了，可不可以用32相来见如来？不行。为什么？因为转轮圣王就其他的圣者了他们不是佛，不是菩萨，他没有具有32的这样庄严的法相。就是我过去开玩笑讲的，你不能讲说开盆池的人他就一定是喝雅郎富翁了，宾士。对，因为他可能是借贷的，他可能是买了人家开了30年的。最近我一个学生他就买了一部盆池的3万块，一点都不假的3万块台币对，台币3万块了。所以开盆池的人不一定是富翁，有盆池那种富贵相，开那种车子那种显现那种富贵相的人不一定是富贵的人。同样金刚经讲具有32相的人不一定是佛。好，为什么说我没有见到佛，我也不会说呢很紧张？因为见到佛的人也不该得意，也不该欢喜，要小心，因为魔鬼也能够显现佛的样子，他能够变现的。所以不在乎这个修行者他是佛还是说他不是佛，要看他讲出来的法有没有违背三法印，有没有违背四圣谛，也就是说有没有违背佛教的基本的道理了。佛自己就讲了，不要因为我讲的你们就相信了，你要先去研究探讨我讲的有没有合乎大自然的法则。佛法就是跟大自然的法则，就所谓的真理是并存共生的了。佛没有特权，佛随便乱讲，我们照样不信，照样呢拿起扫把把他呢赶出去，把他扫地出门了。佛教呢对于真理的检验完全没有私情，完全不能够呢说呢我对你特别优惠，没有这回事。我很喜欢这一点。那我们来请老师具体的谈一下，老师你自己的净土修行是怎么样过的？讲到这一点就有一点惭愧了。
我是到晚年的时候呢，才有呢，慢慢的形成所谓我的净土修行生活的一种所谓的定课了，有这样子的哈。那么我一般来讲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了，都是呢没有说一下子就爬起来，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我都呢眼睛张开的时候呢，我的手啦跟脚呢动一动，确定自己还活着。还没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身边都有那个遥控器，一按呢就可以播放那个佛曲。那个佛曲呢悠扬庄严啊，那时候这叫我呢满心的期待。怎么样的一个观念，你怎么样的感受呢？觉得做人好好啊，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能够听到这些佛曲，听到佛号。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报的人，既然是一个有福报的人，那今天就要好好的过生活。早上我常讲，活到我这个年纪还能够吃到玉如我太太煮的稀饭，虽然是几片酱瓜，对不对？还有呢一片小豆腐，还有呢几根蔬菜，可是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呀，因为我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太太都比他呢先走一步，他就没有这样的福报了。我吃玉如煮的菜呢，吃了将近半世纪了，真的。只到了81岁，马上的下个月一过完就要82岁了，还有这样的福分来吃，所以我觉得满心的满足了。我觉得呢，我还要贪求什么东西呢？吃饱饭以后，我就学习呢极乐世界的众生。干嘛？经行，我们过去讲经呢，佛经的经，行为的行。经行说吃饱饭以后呢，去散步啦，帮助笑话啦，还有呢，去串门子。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时候他们从这个国土，这个佛的教化区啦，到的那个地方去，又到那个去，这样去绕啦，老半天绕一圈啦。我呢，没有这样的功力，我也不能飞上天。但是我这附近呢，也有几位师兄，也有4、5位的师父，所以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散步也去呢，先跟他们问好。那么有时候我有自己种了一些呢，叫秋葵、角豆、角豆。那么我自己有种的那个番茄，有时候我就带了几颗去跟他们这个分享，这也算是我的经行。我大概9点多回来以后，如果今天有行程，有很多的师兄，有很多的师父，他们想要来我这边看看走走，我就会到我们现在录音这间茶室，就跟他们呢喝茶，跟他们呢来呢互相呢聊佛法。我称它叫参禅问佛啦。我这辈子尤其到晚年的时候，我觉得有好的朋友、好的师友能够来跟我参禅问佛，我认为呢于愿主义，这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呢心愿，我的愿望已经得到非常的满足了，可以这样讲。中午的时候呢，一样的是吃到一顿，虽然是简单的一碗面呢，太太煮的，那么我会午休一下，午休完以后我就要开始浇水了。我这边100多棵的树，果树、花木。我呢浇花有我自己的一套，过去有提到，我每次浇的时候我都是念佛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或是说南无大慈大悲西方极乐，对不对？那么阿弥陀佛一念呢就是10几句，那么呢念3句就是呢50秒钟了。这样子的话呢，我每一棵树只要我呢念3次。这个水分大概就够了。我这100多棵一浇完，你给它算算看，1个多钟头啊，真的，50秒100乘100多的这1个多钟头，会不会累？不会，完全在花木啊，陶醉在花木。为什么？有人认为说我除了念佛以外一定很无聊，不会。我在浇花的时候，在帮这花木洗澡OK，花木有情，有感情的情。现在科学家也讲到，花木是有互动的。譬如说，我举个例子，这棵树，我好好给它照顾这个果树，我给它好好的照顾，
它春天就会开始呢开花，到秋天呢真正的给我结那个果实，我就可以呢享受到了。你给它多照顾，它就给你多丰收。因果的道理在这边显现了，你完全不理不睬，它也不理你了，你连一个果子你也吃不到。纵使你能吃到，又酸又小又苦又涩，不要去怪那棵树，是你自己用心不够。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念佛要用心，修行要用心，浇花也要用心了。所以呢，浇花，我认为浇花就是修行。很多人没有去体会到，浇花真的是修行，草木真的有情。我们过去也谈到佛的遗教经里面就嘱咐，就是交代我们这个佛弟子们不要乱砍，不要乱砍伐了。那等到晚餐的时候一样的，吃饱饭，我呢夫妻之间、孩子之间，一个家庭呢，我提倡叫泡茶的，泡茶聊天，一定要泡茶。泡茶可以互相呢，复述自己的有什么样的苦闷，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于可以说呢，学佛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都可以在泡茶中可以交换意见。所以晚餐的时候呢，好好的吃完以后泡茶以后，就是所谓我自己的网课了。老师还有网课？这是我跟义如去定的。我网课的第一项叫做三宝歌。就是放那个现在这个 YouTube 里面有那个三宝歌，三宝歌把它放出来，那么就轻轻的念三宝歌。我很喜欢，常常念呢都会很深受感动，因为呢弘一大师做的那个曲，那么呢太虚大师呢给他填的词，你看他那个词三段里面把佛法僧世间上最珍贵的三宝，他们在存在世间的价值跟它的功用，还有勉励我们佛弟子们要怎么样对待三宝，全部写在这个歌词里面。我们每一次听的话，深受那种感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完了以后呢，我都会呢唱一首我自己改自弥陀经了。阿弥陀经对不对？把它浓缩成为94个字，我现在把它挂在我这旁边。我请那个邱秀山，今年真的是今年全台湾的书法冠军，他呢沾上那个金粉帮我写的，我自己谱的曲，把我浓缩的这94个字当作歌词。等一下就请我们这些好朋友、各位师长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好不好？现在我们就先呢来欣赏呢林老师作曲，林老师把它浓缩弥陀经的94个字的这首浓缩阿弥陀经版。如是我闻，一是佛在舍卫国，其数即孤独远。佛告舍利弗，从是西方国是闻一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若有人知持彼佛名号，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于诸生中，现在其前，即得往生极乐国土。阿弥陀佛于诸生中，现在其前，即得往生极乐国土。这完了以后，
我平常呢会再念一段，如果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他的那个呢出生日，还有他成道纪念日，我都会怎么样呢？一年有3次，我会播放我自己，又是从普门品的记，普门品前面有散文嘛，后面有记，我从后面的记也是一样把它浓缩了以后作为歌词，我自己又谱了曲。因为这个太长，我们等一下只播它前面的前奏，还有2小段给大家听一听，那就好。这个普门品每一次一播出来的话，我呢跟我太太都会掉眼泪。我自己做的曲自己掉眼泪，没什么稀奇了。要各位师长、各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了也深受感动话。现在在 YouTube 里面，以后大家都可以把它download起来，对不对？你也可以来欣赏啊。师尊妙相聚，我今重闻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其大无尽意。如听观音心，善因诸方所。同是深入海，理解不思议。十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如略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那么，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了，说我不是在讲净土的修行吗？为什么讲到说刚刚播放个普门品一小段给大家欣赏？大家可别忘了呢，观世音菩萨呢是下一任西方极乐世界的校长啊！观世音菩萨是继弥陀以后将来西方极乐世界的校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播放呢，算是赞颂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应无不可了理所当然了，可以这样讲了。那么底下呢，播放这些音乐以后，再来就是我念佛了。念佛号呢，我对念佛号有一些话要讲了。第一，我们一定要从现在所有的佛事、佛教界流行很多的念佛的佛号。你要去选一种最适合你自己念的这个调子，就将来你最后要往生了，你的亲友大家在念的时候，你那个听得很顺，听得很欢喜的那种
我为什么讲这种话呢？譬如说那个调子太高，你已经呼吸困难了，对不对？他那个哇，那好高好高，你不是呢，自找苦吃。如果他太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我的天哪，真的话不够，没有办法换气，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不好，所以要选一种你自己喜欢的啊。比如说我从小的时候，跟那个佛光山的这个广慈师父呢，他的海潮音我就很喜欢啊。那么这个呢，这里的地方呢，我就呢不另外念。我也很喜欢唱功，唱云师父那边的拜愿。大家呢，我现在在讲，你就可以从你的手机上去找海潮音念佛。那么呢，唱功的拜愿，你一查都能够查到那个调子。除了这个以外，那么有一个我要特别推荐的，如果你现在还年轻，你可以呢去念这个五味念佛。五味念佛是什么？五味念佛就是有人去把所有的佛号变成5种不同的调子，这样才不会说很单调。我年轻的时候，学生我的朋友来我这儿，我都会找他们，大家一起来五会念佛。这里面呢，大家要注意，五味念佛你也不一定要念5种，像我个人就喜欢它的2种，一种呢就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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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这是里面的一种。另外一种呢，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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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为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年轻的时候，五味念佛呢，念起来的话很顺哈。现在呢是有一点呢，不太81岁很能念也不容易的。是啊，我是特别推荐这个五会念佛。现在到佛教文物中心里面都能够去买到，在手机上也能够找到。这是我年轻人喜欢的。那我特别这样讲，我没有说其他那个3个调子不好，我可没有讲。我讲说呢，南无阿弥陀佛这个6个字的跟那个4个字的各取一段。我刚刚呢，也不怕呢大家呢见笑了，那也稍微呢唱给大家听。在这个唱的中间呢，那真的是在念佛中间呢，云游到整个虚空，怎么样？超越10万亿佛土，到达佛的世界去了。你如果不想到西方太远，那可以怎么样？超越3000年的时空，到达那个印度的舍卫国。这是佛讲《阿弥陀经》的那个时代。这里面你会讲到，你会突然间发现，当时的听众啊，摩诃目犍连舍利佛啦，周利盘陀伽，你也可以念一句林世明，九利盘陀伽，周利盘陀伽，你可以加它的后面，你可以加一个怎么样？你自己的名字，你也参与那个法会，听佛在讲那部佛经啊。说佛呢自己讲的，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行此难事。讲这部经为什么很难呢？因为这部是世间难信之法。这念阿弥陀佛能够超越10万亿佛这样的一个时空，那个世界能够到达那个西方极乐，这个讲的那个谁都不愿意信了。可是随着年龄慢慢的老化，经验慢慢的补足，科学慢慢的进步，越来越有可能。为什么？
大小的听过量子吗？量子世界吗？量子纠缠吗？两个量子的粒子有没有？这个跟这个是相差，比这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远啦。两个粒那么远，可是这边稍微动一下，这个地方就有反应了。量子纠缠，这个表示什么东西？超越光速啊！光呢1秒钟30万公里，能够绕行地球7周半呢。而这两个东西互相感应呢，超越了光速。我们今天念佛跟佛相互有感应了，你念的每一句话，佛都听到了；你每一句佛号从你的嘴巴出来，从你的耳朵听进去，最后又回到你自己的心里面去了。这跟佛呢互相激荡，互相感应。我给你保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才是怪事了。OK， 非常的有信念。好，老师的晚课就这些了吗？那么最后就是回向。回向我也自己这想起来，我很怕呢。很多师友他们认为说，你很假搞，假搞就是鸡婆。你要那么鸡婆干什么？人家佛教有那个回向呢，我还去把它自己呢谱曲回向曲，但我这里不唱，大家呢可以从手机上去找回向曲，现在已经有我们这个菩提麻瓜已经弄上去了。对，我自己呢做的曲，那用呢古德，就是古代那些高僧大德他们所做的这回向曲，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这样的一个网课很简单啊。那么关于修行呢，一想到这里就打佛七，讲得很惭愧，我不太喜欢打佛七。为什么？因为打佛七从早上4点半一直念到晚上9点半，好久。我呢真的是有时候念不住，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事情很多啊，这边的兼课，那边要上课又要跑，我单单跑这个大专大专院校，每个礼拜要跑4趟4个不同学校。对，不同的学校，就是到每个学校去，这样的自己发那样的心所以呢，我呢比较没有时间打佛七。我现在也不是很喜欢，我不是讲说打佛七不好，我个人认为说打佛七可以专心，把那些外物全部都想要摒弃掉，专心念佛。可是他对于所谓古人讲的克期求证，克就是限制，就是现在这7天里面一定要念到有所感应，有所怎么样成绩出来。我个人呢，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是认为说呢，念佛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在浇花就在念佛，我在散步经行的时候，我就是在念佛。我在坐火车，我虽然没有拿念珠，我在嘴巴里面也是在念佛的。所以大家晓得了，是说呢，我鼓励很多人去参加佛七，但是我个人因为我坐不住，我没办法呢，一支香这样不停的念，连续7天，我没有这样的精力，我没有这样的那种的时间，所以我个人比较少参加。我只是这样的量力而为了，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我认为说念佛就轻松的念，快乐的念，充满了信心欢喜这样子。老师我自己会觉得老师你自己的净土修行生活会太标新立异吗？会跟讲到这一点不太一样吗？这一点真的说正我内心的忌讳。我真的是在这边跟各位掏心掏肺的跟各位保证，我绝无此意对，《金刚经》不是也讲一句话吗？法无定法，没有一定的法修行的方法没有固定不变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如果就这一点来看起来讲，佛教不讲到有84000法门吗？我跟你讲，佛教不只是修行的方法有84000法门，单单净土中它本身也有84000法门。听着这个84000法门里面的一法，
如果你再细分下去，它又可以分成84000的法门呐、非常多不同种。对对对，所以我讲出一点心得，我讲出我自己一点的体验、所以呢，我并没有想说要跟人家不一样，对不对？如果说我故意未来要出名，为了标新立异，而且害了很多后代的众生，按照我林世敏的方法去念佛，结果个个呢，到了西方的一半呢，全部都摘下来了，去不成，我不是罪过大了，所以我绝无此意啊。老师，你为什么会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是因为单纯年龄比较大，所以就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感觉吗？因为据说西方极乐世界好像只有莲花吗？就是莲花很多，然后没山没水这样。这个问得好啊！有很多人我看过，他们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好山好水，也没有海，这去那边不是单调无聊吗？对不对？他们错了，因为相由心生呢、这些外在的这些景象，有没有？这些风景都是以一心所变现出来的了。你能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怕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海吗？我跟你讲，我在念佛的中间呢、随着这种悠扬庄严的佛号啊，我神游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我真正看到了好山好水跟非常好的那个海洋，我跟那个海水呢平静无波，一轮明月啊，就映照在这种平静的海面上了。大家没想到，这不就是修行华严中里面所显现的海印三昧吗？海印三昧在西方极乐世界也能见得到了。我林世明呢，就师父好像看到了。海印三昧师，就是修行那个华严中的人，他们显现那种境界，就是一轮明月映照在那种寂静无波的海面上，映现出来，就好像你那个心呢，跟整个宇宙呢互相辉映，没有什么挂碍了。所以呢，我这样想的就是说呢，修行净土宗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修行净土宗呢？就是认为说婆世界虽然很好，可是有诸多的不完美。那既然佛一代的大觉者给我们介绍是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希望我们再去充实，再去努力，再去进修，能够创造更完美、更完善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听信这样的一个大觉者的话呢？对不对？既然有人给我们保证说呢，这呢一定是真的，我在前面的那几集，我认为说，我坚决的相信，如果按照佛的话去念、去修行，绝对在你临命终时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映现在你的眼前的。老师，你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说法，就会很想去吗？因为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有时候会觉得这是年纪可能比较大一点，或是对死亡比较有感的人会比较想去的地方。这个我跟你讲，现在我老了，有资格来回答这个了。对，我12岁就皈依佛教，就听那个师父佛光山的心法师讲这个《阿弥陀经》。其实我那时候是对什么有兴趣？什么？对那边的莲花有兴趣。这莲花大如车轮啊！哇，我说这个好耶，对不对？还有对那边的鸟，我用闽南话念比较顺。白鹤孔雀，鹦鹉夏利，麒麟偏客，共鸣之鸟。因为我小时候都跟我妈念闽南话的，所以对那些鸟儿呢，还会出和雅音啊，能够都是呢，他们都在讲经说法，这些鸟嘞，所以对那鸟觉得很好玩。所以我现在这个园地啊，也有大概有7、8种不同的鸟类，他们在叫的时候呢，我就受到我小时候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鸟类呢都在念佛。为什么？你看看我那些鸟儿在那边叫啾啾啾啾，我就是阿弥陀佛，为啾啾啾啾，阿弥陀佛。有的是
999的阿弥陀佛。OK，真的每一个鸟都在念佛，真的。我小时候是对这些鸟有兴趣，对那些呢莲花。对于说呢，去西方的我跟你讲，我到高中呢还有那种呢投机取巧。为什么？因为我听很多人跟我讲，就是你能不能去西方，就是你快死的时候有没有念佛啦。对。那我这样想起来，我何必平常念呢？我快死的时候才来念就好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不要急着念佛。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会想要去念佛。虽然我很爱佛法，我爱讲佛法，可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去念佛，就是受到有的人提倡净土宗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真的，他们提倡这样的话，让很多人以为说可以投机取巧。对，这也是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比如说相信就能去的话，那干嘛还一直念？我跟你讲呢，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呢，你说你如果呢不喝酒的话，我就怎么样？我跟你讲，他可能一下子说好，我借给你看，可是很痛苦。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到了，我跟你讲，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一定是真的。很多人爱喝酒，爱打麻将。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断，到了天堂，佛教也有很多的天呢，28天呢，你去做那个天人哦，因为你那个根没有断呐，所以你还是很后悔。为什么？还是在地球上打麻将喝酒好。日本人有一个有名的作家，一时想不起来了，就得过什么那个什么奖的人。他写的关于净土的小说，我看了。我现在老，这是临时现在蹦出来的，没有准备到。他就这样，他们两个本来没有什么信佛，最后的时候，因为他儿子给他花了好多的钱，请了好多的师傅给他干嘛？助念，硬把他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刚去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好高兴呢。结果呢，1年过了又1年，1年又过了1年。那边呢，树叶也都不会掉。坐在那边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就在那边叹气，先生也叹气。为什么叹气呢？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早知道来西方这么无聊，我在地球上呢，我还可以喝点小酒，我还可以跟人家吵吵架。来这边呢，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呢，早知道呢，我就叫我儿子不要给我超度。叫他们不要给我做什么7749的七旬超度往生来到这西方，到最后这2个老公公老婆婆竟然后悔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说，念佛的人要真正了解到西方去有什么快乐，对不对？有什么幸福？你干嘛要去？你是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去吗？这点呢，你要搞清楚，要不然以后你绝对会后悔。不是说那个地方很好，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去哪里嘛，你根本不知道去那边干嘛嘛，你的习气不断。你说西方好，你去问一个爱赌博人，你喜欢去拉斯维加还是喜欢去西方极乐世界？他一定说我喜欢去拉斯维加斯，我不喜欢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习气没有断嘛。对他们真正不是心甘的情愿的。那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我突然间也是有几句话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话，就有一个所谓的一心不乱你命终时的时候心不颠倒。关于这个呢，我再重复一遍给大家，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呢？什么叫做心不颠倒呢？不是说你最后要死的时候还知道念佛。我跟你讲，临命终时的时候，6根散坏了。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坏掉了，你听不见，你也不会念佛。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所谓的一心不乱，就是从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从你发心发愿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刻开始，你的信心不断，你的愿力呢不错，错就是中断了，没有呢间断。那么呢，如果你秉持的这样子，就算你是恨死的，被汽车呢，被火车，甚至飞机呢，什么失事，对，一样照样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跟弥陀表明了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的意思，以他做老师，皈依他嘛。我要依靠你，我要以你做老师，我要向你学习。你已经表明了，就像什么，我们已经在律师那边已经签下了嘛，交代了。你走了以后，律师就按照你的愿望来给你处理。你不要害怕，认真的、一心的、安心的来念，不要怕你是怎么死的。一心不乱是说，你接受弥陀的信仰，你接受念佛的法门，从开始到你最后离开这个世间，你永远没有怀疑过，你从来没有说呢后悔过，这就是一心不乱。信愿行，我在这边再交代太重要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只有信跟愿。信阿弥陀佛，你才会发愿要去嘛。你在念佛嘛？很多人认为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修行的行，要去西方的3个条件。所以行是怎么样？再说一遍，这是我今生呢，对于佛教，我认为说呢，有一点呢，可能有一点小小的贡献，就在这里。行6度，布施、忍辱、精进、持戒、禅定，还有般若，这6波罗蜜才叫做行。这个6度是通所有的一切的宗派的。你行什么密宗，你行什么东西，不要跟我讲你修什么宗了，我只看你有没有行6度。没有行6度的人，绝对不能够在佛法的这个区块里面，你能讲说你是佛教徒，你是一个净土的修行者，没有好好的行6度，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绝对不能够上品上身，你绝对是下品下身。我林老师没有诅咒大家，我只是认为佛教的衰微，大家的都认为是净土中的过错。我今天这样讲，就认为说哪里跌倒哪里起来。如果大家念佛都能够真正的精进，努力去行6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净土中那么多人念佛，那么多人在行6度，佛教就会被世人所肯定，佛教传在流传这个世间，就会被人家重视，被人家肯定了。我有一点小小的苦心，我希望呢，我很多的师父、我的师友，还有很多的这个佛教徒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一点。祝福大家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念佛人。谢谢，感恩。好，感谢林老师。那我们这集的介绍林老师的净土修行生活，这集就录到这里。惭愧啊，惭愧，真的到老年的时候，才真正的了解念佛的好处。再见。好，西方见。西方见，西方见。OK， 好，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如是